各位关心骨质疏松症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021年4月号的骨松会讯，我是成大医院骨科戴大伟医师。这一期的会讯呢，一共有5篇精彩的文章，主题是肌少衰弱症的防治与复健，是由台大医院北护分院的韩德生主任来当主编。那这一期5篇精彩的文章就我来跟各位解读一下。首先呢，第一篇呢是由复健科与老人科双专科的张清凯医师，他刚从日本东京学成归国，那他分享了老年衰弱肌少症的防治的日本经验。他去日本的东京大学的老人研究所呢，看他们到社区去做肌少症的筛检与防治。那他们有办了一些活动，那把社区的老人把它集合起来，那告诉他们什么是肌少症，那帮忙做一些筛检，那并且给他们一些卫教手册，让他们带回去可以进一步做一些运动来预防肌少症。这是第一篇的内容。那因为台湾呢跟日本一样都进入了高龄化的社会，所以我觉得日本的状况很值得我们台湾来做学习哦。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文章。那第2篇文章呢是社区居家的肌少衰弱症的筛检与介入，是由罗东博爱医院的何春生医师所撰写。首先要先恭喜何春生医师，他带领了罗东博爱医院呢，他拿到了国际骨质疏松症基金会认证的骨质疏松骨折联合照护的金牌奖。我们恭喜何医师以及罗东博爱医院。那我们一旦诊断了这些人有骨质疏松，这些人需要运动，那我们面临的问题常常是不知道要怎么样教他运动，不知道要怎么样介入。那何医师呢，他在罗东博爱医院除了看诊以外，他们也成立一个活力学院，也就是在医院里面的健身房。所以医院里面除了有医疗团队以外，也有运动团队介入，另外也有运动营养师一起介入，让这些需要运动、需要训练的人，他有一个地方可以继续去他的训练。这个是何医师的文章分享。那第3篇呢是韩德生主任自己撰写的 PAC， 也就是脆弱性骨折的急性后期照护。那讲到这个 PAC 呢，这个因为我们医院也有在做，所以心有戚戚焉。这个是健保局的一个德政。一般来说，我们髋部骨折手术完，其实大概4-5天左右就可以出院回家了。但是出院回家以后呢，病人的家属却面临的照护的问题啊、人力的问题啊，不知道要怎么样帮病人做复健。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转介到 PAC 病房去继续做1到2周的复健。那这个是有健保局给付的，而且在住院的时候呢，每天都可以到复健部去做复健，所以是比起回家来说是非常的方便。这个就是在住院跟回家的中间做一个衔接的服务。那北护分院做得非常好，所以有兴趣也可以看一下他们的文章。那第4篇呢是髋关节骨折术后复健。髋关节骨折呢，主要分为2种手术的形态，一个是复位固定手术，就是用钢钉或钢板固定它；那另外一个就是做人工髋关节的手术。人工髋关节手术的术后呢，比较可以承重。那如果是做复位固定手术，用钢钉固定的话，通常呢是只能部分承重，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等到骨头生长了之后才可以用力踩。这个是这一篇文章的重点哦。那最后一篇是脊椎压迫性骨折的复健。脊椎压迫性骨折呢，一开始会有急性的疼痛，所以可以先暂时卧床休息几天。那另外可以用消炎止痛药来缓解疼痛。那疼痛比较缓解了之后呢，可以试着下床，并且穿背架保护。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我们使用的那些软性的背架，那个是没有帮助的，应该是要比较硬的波士顿背架或者是3.4的背架，对于脊椎才有支撑的效果哦。那最后呢，在复健方面应该是要着重在背肌的训练。那因为呢，压迫性骨折的人会往前驼背，所以他需要有更强的背部的肌肉来支持，让他可以支持上半身，可以维持直立的姿势，也比较不会压迫到骨折的部分。好，这个就是5篇这次骨松会讯精彩的内容。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到我们的官方网站去下载文章来阅读哦。骨松会讯解读，我们下次再见，拜拜。